好，回到節目現場，都已經過到2025年的年末了，只能說這一次俄烏戰場上面的衝突還是持續在發生，比較遺憾。因為耶誕節照理來說呢，是一個大家可以團聚、可以平安的時刻，但是俄烏飛彈、無人機還是繼續打，這也讓這個天主教的教宗良14世啊，對此是深表遺憾跟悲痛。那麼烏國總統澤倫斯基呢，日前就表示經過了美國代表團還有他們在這個邁阿密的積極的談判之後呢，雙方現在就俄烏的停戰問題又達成了一個20點的提議反正就是針對之前的這個計劃又刪改，又推翻又重弄，反正就是一直在更改。那裡面要拎出來講的重點呢，就是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之後呢，他們有另外一個大讓步呢，就是考慮在烏東要設一個所謂的自由經濟區然後呢，這個部分要允許烏克蘭維持80萬人的一個軍隊規模。所以從這個態度我們可以看，烏克蘭想用這個烏東的經濟區來換取這個俄軍呢不要從頓內茨克這個撤軍的籌碼，但是普丁要不要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們看到經濟跟軍事現在兩者這個比重在互相的拉鋸。那烏克蘭提出這個自由經貿區，此舉是靈光一閃，還是說有些不切實際呢？蔡委員，你最懂經濟的，你覺得以現在這個情況提出這個自由經貿區有吸引力嗎？鬼扯淡，怎麼可能？這個是在講笑話，那在騙自己、騙老百姓。其實自由經濟區就是用一個理由把它土地割讓給這個俄羅斯嘛。你說自由經濟區誰管？大部分在俄羅斯的土地旁邊，你怎麼管呢？那你說烏克蘭不想撤軍，現在已經不是你想不想撤軍的問題，是你想不想死亡的問題嘛？大概現在大概還有3萬人走的軍隊，在這個烏東地區嘛，在頓內茨克。那你這個3萬人要不要撤退？那不撤退的話，反正這個普丁就是以逸待勞嘛，慢慢打，慢慢打，他也不急啊。那現在他又分兵去打這個敖德薩港口，就是要給你增加壓力，他增加談判籌碼嘛。因為現在急的是美國啊，急的是烏克蘭啊。而且我很佩服澤倫斯基哈，他就是說可以面不改色啊，毫不急躁，可以說謊話。他現在還可以說我是個強大的烏克蘭。他要不要承認他是個殘破的烏克蘭？所以這種演繹的功夫果然是演員底子，無比的佩服哈。事實上如何呢？你說允許烏克蘭80萬人的軍隊規模也不切實際，為什麼？烏克蘭男人都被打光了，你來了個80萬，你老弱殘兵構成個軍隊有什麼意義呢？也沒什麼意義了哈。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壯膽，一種欺騙老百姓的一種。你看吧，我還維持80萬人，你看吧，我還烏東還是我的領土。這個是只能說笑話哈，只能說笑話哈。那以前是什麼28點、22點、19點，那個20點，那現在丟到普丁，普丁搞不好丟個幾點出來，對不對哈？那普丁其實在利用一個策略，就是說，反正我不能跟你談嘛，給你美國面子嘛，給你談嘛，那不要讓人家覺得我不想和平嘛。那我想和平是你不答應我的條件呢。普丁的战略這種規劃基本上是這樣啊。可是你要和平，必須滿足我的條件。滿足的條件就是你烏克蘭倒台，就這麼簡單。邏輯上你不要想太多。所以我只能說，可憐的烏克蘭人民自己上了這個澤倫斯基的劫船，上了歐洲的劫船，代價誰在付啊？老百姓在付啊，烏克蘭在付啊。那到時候澤倫斯基有好幾本護照，拍拍屁股走路就 OK 了哈。還有什麼志願者聯盟，其實就是歐洲啊。你能夠支持什麼？他聽說現在給他700億歐元，可以讓他撐個2年。我跟你講，撐不到1年了。為什麼？因為你沒有軍隊，你怎麼撐啊？你現在這種是沒軍隊，而且俄羅斯他從一開始的作戰的策略就是說，我不是完全要占土地，我是要消滅烏克蘭的男人。你來幾個，我殺幾個，殺到你沒有男人你就掛了。是這個策略，平常心講是對的，但是很殘忍。所以每一次你看他經常看看勢頭不對，他就後撤。後撤等到你烏克蘭軍隊來，他利用他的空中優勢，不斷的轟炸，那很省事啊，所以才會造成一個結果：俄羅斯死亡的士兵跟烏克蘭死亡士兵是1比20上次在換遺體的時候是1比40那你這怎麼打？我這個他簡直講，他是說開那個絞肉機來跟你打仗啊。那你澤倫斯基不懂嗎？他當然不會不懂啊。可是烏克蘭自己選的，自己選擇了總統，那自己來去面對。好，確實像委員講的，這個戰爭真是很殘酷雖然普丁的
策略很簡單，但是也非常有效，真的就是烏克蘭如果没有男人的話，這個國家之後的命脈跟底氣就真的是整個都卸光了。好，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烏軍現在23號宣布，他們要撤出堅守超過3年半時間，非常長的一個時間的頓內茨克州的一個重鎮西維爾跟斯克這個地方。那另一方面呢，現在烏克蘭碩果僅存的港口城市重要的敖德薩，現在也可能成為了俄軍的眼中釘啊！因為如果一旦拿下這裡，意味着你烏克蘭的海上物流通道就徹底結束了。不好意思，你就暫時變成一個內陸國家了。所以西維爾斯克還有敖德薩這兩個戰略意義絕對是很重的。如果請酈將軍站在現在烏方跟俄方我們這前線指揮官的心態上，你覺得要打下這兩個地方的戰略思考，現在雙方分別要做最迫切的事情是什麼？我覺得西維爾斯克這場戰役可以列為歷史，以後當做軍事教科書級的一個教材，一個戰史當然我們不能光看這個點的戰役，你必須要全班來看，你才會了解我跟各位講，這個確實是非常的，我們不得不佩服這個俄羅斯的這種參謀長這個他的用兵之巧妙，我們看一下但西爾維斯克是在這邊這時候他將這邊拿下來了。然後大家不要忘了，北邊這個地方叫庫比揚斯克。庫比揚斯克大概前一陣子我們在討論，我都認為俄烏兩國目前正在這邊征戰，而且俄羅斯陷於一個危險。為什麼危險呢？我那時候評估他用兵過於大膽，他從北邊這邊往南打，往南打，沿着這條叫做奧斯基河往南打，那他把烏軍準備包圍在這個地方。但是他這種用法來講的話，你會發現他側翼整個露出來，我們稱之為在戰略翼側。然後這個瑟爾斯基他就集中所有的兵力來打這個地方來打這個地方，打他的側翼。那俄軍陷於非常的危急。那時候我評估，如果這個時候俄軍敗的話，那對澤倫斯基來講，他在俄烏戰場上面可以取得一個勝利，那當然有利於他跟這個美國或者跟北約國家繼續跟他們要軍援。所以我那時候認為說，俄羅斯太大膽了要用兵，你整個預測又出來，然後我們認為說是這下子讓這個澤倫斯基他們逮到機會打這邊，但是沒有想到這個是他的這種欺敵的策略。怎麼講欺敵策略？用兵作戰講究集中跟節約什麼地方要節約呢？這個叫在次要地方節約，我在這個地方節約，我吸引的兵力從這邊過來，那我在這個地方是集中優勢的兵力在這個地方，把這個西維爾斯克吃下來。各位你看，我把未來他可能進攻的圖都畫出來。他打下這個地方以後，他緊接着用兵是打向伊久姆，然後到伊久姆之後，各位可以看到，他就已經威脅到他所以烏克蘭軍隊的翼側了，是不是整個威脅到他？從他的腰部打上去的。他目前呢，我認為他下一步就是伊久姆，伊久姆以後之後就往上面就威脅到，如果他再切下來的話，就打到這邊。所以說，雖然說是有可能烏克蘭的軍隊在庫比揚斯克這邊可以獲得一場這個戰術級的一個勝利，可是你整個野戰戰略級來講的話，你卻是失敗的，因為你的翼側被威脅到。所以我特別講說，這確實是以後可以列為一場軍事的教科書級的哈。那你不得不佩服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指揮官哈，他用兵也非常的巧妙。那之所以說會不會打敖德薩，我之前就認為说一定會打敖德薩了，因為我們看到從俄烏開戰到從開始2022年。他就去打蛇島，就去打這個敖德薩，然後之後我們看到這個烏克蘭一直不停的從敖德薩派出無人艇攻擊所謂的這個克里米亞大橋，還攻擊黑海艦隊，甚至於在上個月，他的無人艇還擊沉了一艘這個俄羅斯的潛艦，都將被他擊沉，他的旗艦也被他擊沉。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覺得敖德薩對這個普京來講的話，根本就是眼中釘肉中刺，他一定要把它拔掉。除了說是這個經濟上面來講的話，當然敖德薩因為它是一個港口，對這個烏克蘭北約這些國家可以利用這個港口借着運輸這個糧食的名義，然後事實上可以做輸入軍火的一個動作。除此之外來講的話，在軍事上也有它的意義所在。更重要的是，如果說他將敖德薩奪取之後，他將烏克蘭打成一個內陸國，當然更有利於說他爾後的和平談判的一個條件然後逼迫這個，我想說逼迫烏克蘭接受他的所謂的投降條款那大家都說是和平協議，其實講明了就是投降條款。了解。
好，看完了戰場，其實烏克蘭的選戰，如果真的發生的話呢，同樣是引人注目，因為在川普的壓力下，現在烏克蘭國會已經開始着手在戒嚴令下要舉行選舉的相關立法。那麼根據烏克蘭的一份民調就顯示呢，如果近期舉行總統選舉澤倫斯基他要來對抗的政敵是誰呢？就是曾經擔任過總司令的現任駐英國大使叫做扎盧日尼。他們兩個如果在第二輪投票碰上呢，澤倫斯基會在第一輪投票裡獲得22%的選票，那是略微領先扎盧日尼1個百分點，很接近。那如果但還是有24.1%的受訪者，他們沒有決定這個投票的意向所以這個比例蠻高的。那這些人將會是第二輪投票這個決定勝負的民意好，如果烏克蘭真的在戰爭下出現了一個這個特別情況的大選，澤倫斯基贏得連任的幾率有多高？如果換成了扎盧日尼上台取代他的話呢？賴教授，以你對這號人物的了解，你覺得可能對目前烏克蘭陷入的一個泥濘會有什麼樣的改變？首先先看這個選舉這個選舉我覺得澤倫斯基沒有贏的面向坦白說可能性都不太存在。是，這也就是為什麼澤倫斯基他一直要拖遲、推延，找各種理由不選舉。但是現在美國給他的壓力大到他不得不去面對了。他過去曾經這個創造過好幾個理由，說什麼選票要送到每一位戰士身上，包括前線的戰士，前線的戰士必須要有權利去投票。然後第二個說這個錢要美國人支等等的，還有就是說要修改法律，因為現在是在戒嚴時期，戒嚴時期是不能夠投票的所以他用各種理由，但是川普就是不吃這一套。那川普的態度就是錢要我出1毛錢都沒有，選舉就是要選。那看起來澤連斯基擋不住了，擋不住，看起來他們要用公投的方式來一次解決，然後90天內來選舉。以這個澤連斯基跟扎盧日尼來競選的話，澤連斯基是毫無勝算。為什麼？因為原本扎盧日尼的民調支持度就比澤連斯基高很多很多，不是高一點點，是高很多，所以他是澤連斯基眼中釘因此他被澤連斯基外放。跑到英國去，連國內都不准待，把他送到國外。你想他在國外待的這1-2年，都已經不在國內了，露臉的機會也幾乎沒有了。他的民調支持度還可以這麼高，一旦他從英國回到本土來選舉的時候，澤連斯基沒有一面的可能性。這第一個，第二個，他可以猛打澤連斯基2大錯誤。第一個是軍事戰略上的錯誤，才造成今天如此慘敗的一個結果。第二個就是他要攻的就是澤連斯基的貪腐，只要我覺得攻這2項，澤連斯基他基本上沒有贏的可能性，要不就是趕快把他殺了，讓他沒有回來之前就死於路上或者死於食物中毒，不然的話他只要回到烏克蘭的境內，澤連斯基一定是下台的，贏不了。那一旦他上台了以後，他會怎麼樣帶這個烏克蘭？我覺得他是務實的，他知道烏克蘭的實力在哪裡，也知道烏克蘭的國際情況在哪裡。我覺得一個務實的人跟一個演員是不太一樣的，因此烏克蘭接受現實的妥協，我覺得可能性是最高的，所以相當有可能就會止戰了。好，我們也看看這個變局，如果真的出現的話，希望可以帶給烏克蘭人民比較好的一個未來跟發展面向了。好，待會回來最後一段節目呢，有中國跟巴基斯坦的鐵感情一起來研究飛機之外，還開啟了軍售武器的大門，並且如果解放軍要創造更多的海外基地的話，有哪一些好選擇？巴基斯坦會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嗎？待會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